女友约我一起出国度假，可上飞机前，她却为了前任把我丢在了国外。我在国外看着他们亲密无间的朋友圈，评论道：都这么亲密了，不结婚说不过去吧？我和他大吵了一架，他还是和过去一样说：我和他就是单纯的朋友关系，你真的让我很累。然后把我拉黑了。我一个人说着蹩脚的英语完成了出国旅游，但是在回国前一天，柳如烟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了。她给我发消息：明天我去接你。我知道她想求和了。我和她的关系里总是她占据着主导地位，吵架她可以肆无忌惮地拉黑我，等她愿意原谅我了再把我放出来，而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拉黑她的。所以这么多年她随心所欲，收放自如。可她不知道，这15天异国他乡自力更生的生活已经让我重新思考这段关系了。放在过去，我一定十分开心，我们的关系破冰。但是这次我没有那么欣喜，只是简单回复谢谢，然后把手机扔到一边收拾行李，因为他不会回我消息。可睡前才发现手机里多了一条：明天见。我关了手机，一觉睡到天亮。晚上7点，我下了飞机，在机场看了一圈，没有看到柳如烟的身影。我提着2个大行李箱走出来，出租车司机热情招呼我：去哪儿呀，小伙子？我笑笑，等人接。我给柳如烟发过航班信息，他会知道这个点来接我。可在门口等到天黑，出租车走了一波又一波，柳如烟也没有来，手机也没有消息。小伙子，我都送了3趟了，再不走没有车了。司机大哥摇下车窗，我拖着2个行李箱上前，走吧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半夜12点，司机大哥怕我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送我到小区门口后又打着大灯给我照着路，直到我进了单元门才掉头离开。而这个时候，柳如烟还是一条消息都没给我发。我没有质问她，回到屋子洗漱了一番，疲惫地躺在沙发上，点开了金姐给我的消息。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外派吗？就2年，你休假的时候还是可以回国和你女朋友见个面的。金姐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最近也门有个项目需要人，金姐极力推荐我。我推脱说我英语不好，其实她都看得出来，我是放不下柳如烟。金姐又发了一条消息：回国以后年薪可以提到120个，而且我会跟着你一起去，你不要担心。我和柳如烟是大学校友，大3开始谈，毕业3年，5年的时间我都在围着她转。毕业的时候，学校让我们在便利贴上写下对未来的憧憬。我在一众年薪100万成为院士、做大老板的憧憬中，郑重其事地写下和柳如烟有个家。我围着她转了5年，却连让她大晚上接我回家都做不到，多么可笑。我回复我去，金姐立刻兴奋地给我发来语音：这才对嘛，小顾，这个项目你不去就再也没别人了。快，现在就报名雅思，争取下个月就考下来，6.5分就可以。我看到英语就头疼，靠着拼命刷题，我的成绩也过得去，就是口语怎么都说不好。幸好有柳如烟这个英专生挡在我面前，她没跟着去旅游，我这一口中式英语倒是遭受了不少白眼。打开电脑，我报名了下个月的考试，然后搜了往年试题看起来，结果没一会儿就昏昏欲睡，趴在了书桌上。半梦半醒中，门口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，然后是几声脚步。令晨。他叫了几声我的名字，等他来到书房门口，看到我趴在桌上，声音似乎有些不悦。令晨。我揉揉眼睛坐起来，你回来了。他愣了愣，眉头皱得更紧。我不知道他在生什么气，难道是在气我没有像过去一样等他回来，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去接我，然后开始怀疑他和宋归远的关系，开始大吵大闹。我刚忙完，给你发消息你没回。他说我打开手机，果然有他几个未接电话和几条消息问我在哪里。那个时候已经快1点了。归远幽闭恐惧症犯了，开始伤害自己，我抽不开身，才……我甚至没等他说完，他愣了愣，转而叹了口气。我知道你生气，但是我和他……生什么气？我笑笑，起身伸着懒腰向卧室走。太晚了，我太累了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令晨。他语气有些不悦。你有事直接说不好吗？不要和我来这一套。我疑惑，我有什么事？你……他难得在我面前说不出话来，从来都是他不想说，没有他说不出来。我掀开被子上床，睡觉吧，你也别太累了。闭上眼睛，我的呼吸很快平稳，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似乎听到他摔门离开了。我知道他在生什么气，他难得给我递台阶，我居然不下，但是和我没关系了。这一觉我睡得很好。第二天起床推开卧室门，餐桌上放了个小蛋糕，柳如烟坐在椅子上。令晨，迟来的26岁生日快乐。我眨了眨眼，原来他还记得我出国是为了过生日。其实没有跟你去，是因为归远幽闭恐惧症治疗失败，医生说我不去他容易自残。那天晚上我是累倒在他床上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还有昨天晚上，我上前弯腰看着精致的蛋糕，这是你给我准备的吗？谢谢你。他愣了愣。令晨。蜡烛已经点了起来，我双手合十，许愿我雅思一次过6.5，然后一口气吹灭了蜡烛，对他一笑。谢谢你啊，我回国第一天就给我安排上了。柳如烟皱了皱眉。顾令晨，你能不能听我解释？我笑笑，你说你和归远的事啊。不用了，我早就不嫉妒了。他看我的眼神格外怪异，我自顾自拿起刀切开蛋糕，在他面前放了一块，然后端着我那块吃了一口，味道不错啊。你不生气？我淡笑，不会啊，你们青梅竹马的，相互照顾不是应该的吗？他沉默了片刻，再看向我的时候，眸中夹杂了一些愧疚。令晨，
晚上公司有个聚会，可以带家属。我正在吃着蛋糕，闻言抬头。放在过去，我一定欣喜狂，抱住他就是一阵猛亲。但是现在，我只是放下蛋糕。不了吧，我晚上有事。加班？我想着我要学雅思的事，但是说了他肯定多问，便胡乱点了头。那我等你下班接你一起过去。别了吧，不想去。柳如烟愣住了，我是绝对不会错过和她共同出席的机会的。我是那么享受她男朋友的身份，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我们是一对。柳如烟双眉紧蹙，可是我要带家属过去的。我开始换衣服，打算出门。最近事情忙，实在抽不开身。我背对着她，专心忙着手头的事。过了一会儿，传来迅速拉开椅子的声音，她拿起外套向外走。随便你，我带归远过去。说完摔门而去。我转头看了一眼门，然后继续收拾起来。外派是确定的事情，兄弟陈哲连夜飞过来和我吃散伙饭。手机传来微博的特殊提示音，是宋归远。过去我总是盯着柳如烟和宋归远之间的蛛丝马迹，就算每次都会让我心痛，还是不想放过两个人相处的细节，所以我别扭的把宋归远设置成了特别关注。那是在一场宴会上，他挽着一个人的胳膊发了一张自拍。虽然旁边的礼服女没有露脸，但是我认得出那是柳如烟配文。青梅竹马可不就是家属一般的存在吗？柳如烟点了个赞，她不会发动态，甚至不会点赞评论，只有在我和她因为宋归远吵架的时候，她才会生出反骨。过去我一定会一个电话打过去，甚至直接打车过去要当这个家属。可现在我只是跟着点了个赞，然后取消了这两个人的特别关注。走什么神呢？别是你又要回家照顾那女人吧？我笑出声，直接关了手机。怎么会呢？今晚兄弟陪你睡外面。第二天起床，我难得发现我的手机里有柳如烟的未接电话，还有她的未读消息。多晚了，你怎么不回家？过了一会儿，她又加了一条。我在宴会上没待多久。放在过去，她出去参加什么应酬，我一定会早早回家准备好醒酒汤，然后在她喝醉了回家后，给她脱鞋换衣服，喂她喝汤，处理她的呕吐物，绝对没有她回来后家里空空的道理。我回复和阿哲在外面玩，怎么了？很久后他才回复了一句没事。我报了个封闭式雅思培训班，有几天没有回家，难得的柳如烟主动给我发消息，今晚吃个饭吧。我和他之间确实有些事情要说清楚，这个晚饭就是个好时机。我回复好，我下班回家。他立刻回我去接你。我没有回复，被金姐叫去谈外派的细节。下午5点半，她发消息给我，我在公司楼下等你了。我收拾好了下楼，却发现门口没有她的车。在手机上确认了几遍后，她才将车从对面楼下开了过来。你换办公地点了？她问。换了。其实我的办公地点早就换了，只是她很久不来接我，根本就不知道。我本来还想告诉她，但是央求她接了几次后，她都会不耐烦。你是个成年人了，回家的路都找不到吗？我接归远是因为他是病人，你一个健康人为什么要和病人比？我便没有告诉他这件事，怕他以为又想让他接我。我主动走向后座，他放在副驾驶那边车门上的手一顿。令晨，他叫我已经打开了后座的车门。闻言抬头，怎么了？他脸色有些难看。你为什么找那个地方坐？我这才愣了愣，副驾驶那个位置，他一直都是留给宋归远的。他说他有幽闭恐惧症，只有坐在视野开阔的地方才会好受些。我曾经因为这件事和柳如烟闹过，但是他摔了杯子，用不可理喻的目光看着我。你非要和一个病人争什么高低？你就一定要我承认我和他之间有一腿是吧？那次我们足足冷战了1个月，从此我便不与他就副驾驶的位置争论了。习惯了，就坐这里吧。不行。他似乎有些着急，我的手顿了顿。你还是坐这里吧。我只是愣了愣。可以啊，平平淡淡的语气，好像我们是同事，没必要因为这点事争执。坐进副驾驶的时候，他的目光全程都跟着我。坐在车里一片寂静，他时不时会悄悄看我一眼，平时都是我找话题的，但是最后总是落他一句，别耽误我开车。现在我本就没心情搭话，于是向后靠着闭上眼睛，顺便隔绝了他的眼神。叮叮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我睁眼，是柳如烟的。桌面是我和她的合照，来电显示阿远。她立刻挂断了电话。很快叮叮的刺耳响铃又响了起来，她还想挂断，却在手指悬在拒接上的时候犹豫了一下。我拿起来点开通话，递到了她手上。她愣了愣才接起来。宋归远声音颤抖着，如烟，我幽闭恐惧症好像又开始了，我不知道把家里钥匙放哪里了，我出不去，你来帮帮我好不好？柳如烟看向我，握紧了手机。我给你叫别人吧。那边传来她急迫的声音。不行，如烟，只有你能救我，别人我都不放心。柳如烟眉头紧皱，看向我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她的想法，过去难得接我那几次，她都可以因为宋归远一个电话把我放下，去反方向接她。我只要闹起来，她就会不耐烦。到家就几条街了，你自己走不回去吗？归远他是病人，他可能连自己家门都找不到。我们一起长大的，相互帮衬一下怎么了？你健健康康的，总是和他生什么气？你就一定要我承认我和他之间有问题吗？不可理喻，
你自己下车冷静冷静吧。最晚的一次是凌晨1点钟，他和我吵过以后，转头开车去帮宋归远了。我走在没有开灯的小路上，心凉到了谷底。没事，前边路口把我放下吧。我指了指前边。算了，我送你回去再过去。我一笑，就几条街了，我自己走不回去吗？况且也不顺路，别折腾了。我顺便去超市买点菜，就在前边。他愣了愣，似乎觉得这话很熟悉。他把我送到了超市门口，在我下车的时候，突然抓住我的手。那个，我今晚回家吃饭。我愣了愣，哦，好啊。那就把你那份也做了。说完就把手抽了出去，他的手在虚空中抓了抓。我已经关上了门。令晨，他隔着降下去的车窗喊我，看上去有些急迫。对不起。我一笑，没事，他是病人，你快去吧。说完转头走进超市。回到家做了2人份的菜，7点半没有等到柳如烟。我看着桌对面空荡荡的椅子和做好的菜，没有像过去那样等，拿起筷子吃起了自己的。等我吃完饭，他还是没有回来，手机也没有消息，微博动态也是空荡荡的。按理说每次宋归远把人叫过去都要发个微博，今日不知道怎么转性了。我收拾了自己这边的盘子，洗好放好，然后用保鲜膜把他那份菜包好，放进了冰箱，然后进了书房，刷了2套雅思试题。再抬头，已经半夜了，沉浸在自己的事中，时间总是过得这样快，不知不觉就几个小时过去了。这几个小时，我甚至没有想起来柳如烟这个人，这样真的很好。心无旁骛地做完了自己的事，心里总是十分充实。原来快乐真的不一定要依附于某个人。我没有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在桌上留了一张饭，在冰箱的便利贴后就洗漱好睡觉了。第2天起床后，柳如烟也没有回来，便利贴也还在原地，我没有管，收拾好就出门，一直忙着与远门那边的同事对接。我一上午都没有想起柳如烟，午饭的时候才发现他给我打来好几个未接，恰好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，我接起来，他声音有些急迫。怎么不接电话？我突然觉得熟悉，这种急迫的着急的角色一般应该是我的，可是现在我无波无澜，上午有点忙，怎么了？我还是那种与同事对接的语气。他顿了顿才开口，没事，只是昨天晚上归远的病有些严重，我没来得及告诉你。哦，我以为什么事呢？我笑起来，我知道的，你不用解释，我也没有怪你。真的吗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不生气以后，他反而别扭的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个情绪上的答案。可是我感觉我表达的够明确了。是啊，我不怪你，我都理解的。同事叫我去吃饭，我应了一声，我要去吃饭了，你还有事吗？他开口的瞬间似乎有些颤抖。那个，昨天是我的错，今天我来做饭吧，晚上我接你回家，好不好？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且不说他1个月没几天回家吃饭，做饭这件事他更是从来没有对我做过。宋归远受惊后，他才会亲自下厨给他煮碗粥，安抚他的情绪。我如果闹，他就会皱眉。你厨艺那么好，给自己煮个粥都不会吗？那个时候我告诉他，重点不是一碗粥，是你可以给别人煮，但是从来没有给我煮过。他很不耐烦。谁煮有区别吗？你不都是照样喝？有区别很大。放在过去，他主动给我做饭，还要接我下班，我该是多么幸福的人。可现在我竟然无波无澜，脑子里都是他晚上在家时，我回去就学不了习了，于是拒绝道，晚上还要和同事聚餐，不回家了。没想到他问我，女同事吗？上个月宋归远生日，他陪着去三亚玩了3天，我和他吵了一架，他很不耐烦。又不是我们2个人单独去的，几个人一起给他过个生日怎么你了？况且就算我和他单独去，我们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家里都是上个世纪就开始的交情，也完全不算越界。他不喜欢我管他的社交，可是他为什么要管我的社交呢？我随口搪塞，男女都有啊，怎么了？他顿了顿，开口的瞬间似乎有些艰难。没事，你照顾好自己。谢谢，你也是。同事聚餐当然是假的，我不过是想多点时间学习罢了。学到11点，保安来叫我离开，我才抱着电脑下了楼。刚点开打车软件，抬头面前就停了辆车，柳如烟站在车前，眼尾微红。我愣了愣。聚餐怎么样？他问。挺好的。他艰难地扯起嘴角。你没有聚餐对吧？我还在狡辩。不是，早就结束了，我回来办点事。令晨。他的语气有些受伤。6点半我就到你公司楼下了，我看到你的同事们都出来了，他们说今天没有聚餐。我愣住了。你6点半过来干什么？他眼中似乎蒙了一层水汽。令晨，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我大脑一片空白，第一反应是距离雅思考试还有10天的日子。令晨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睁大了眼睛，紧接着一脸歉意。这样啊，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们这就回去给你庆祝。说着去拉他，他却纹丝不动，红着眼睛看着我。我过去从来不会忘记他的生日的，去年的生日，我甚至早早的在家准备好了惊喜，请了我们2个人的共同好友。大家都知道，蛋糕中心的花礼是我给他准备的求婚戒指。我以为那一天我可以实现我毕业时就有的梦想，可是那天他让我在我们的共同好友面前出了丑，大家等到半夜都没有等到他，神色复杂的看向我。我忍着焦急给他打电话，他声音疲惫。裴归远看海了，怎么了？我握紧了拳头。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吗？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然后呢？你为什么不回家？你的生日难道不应该让我陪着你过吗？他很不耐烦。我很累了，不想吵架，
柳如烟，我声音颤抖，我给你准备了生日惊喜，朋友们都看着呢。我让你给我准备了吗？一个生日而已，大惊小怪的，不过还能少块肉吗？我咬紧了牙，只有你们2个人看海吗？怎么，妹夫又开始闹了？那边传来宋归远略带嘲讽的打趣声。烦死了，一天天就知道问我在哪儿。他对着宋归远吐槽了一句，转而对我道：生日惊喜什么的撤了吧，一天天的净折腾这些有意思吗？我是你的女朋友，又不是你的附属。我生日过不过，和谁过，去哪儿过，都是我的事儿，和你没关系。不要自作多情，行吗？我的手机开着外放，大家都听到了他的声音，以及毫不犹豫挂电话后的嘟嘟声，还有挂电话之前那声微不可察的烦死了。令晨，你真的忘记我的生日了吗？他攥着我的手腕，我叹了口气，生日而已，不过又不能少块肉。他眸中闪过震惊，攥着我的手明显颤抖了一下。我想到我们马上就要散的关系，还是决定不在生日这天给他添堵一段关系，有一个好的开始，最好也有一个好的结尾。我语气软下来，好了，今天还没过呢，不是还可以弥补吗？别闹了，回去吧，我去买菜还来得及。他看我的眼神有些小心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我笑出声，怎么会呢？过去是我太多疑了，以后我都不会和你生气了。他愣了愣，不知是开心还是难过。你不是喜欢吃糖醋排骨吗？你的生日也没有让你做饭的道理，我们去买排骨吧，走，超市还没关门。我笑着牵起他的手走向车子，他脸上终于有了一点缓和。令晨，过去是我。好了，我把食指竖在唇前，你的好日子我们不要翻旧账。路过烟酒超市，我让他停车，没一会儿带了2条上来，给他拆开一包递过去一支，给你生日就放纵这一次，抽吧，我不管你。他又是一愣，我管他抽烟管得紧，毕竟一个女孩子抽烟对身体的伤害更大。一开始他还会听我的，后来就不耐烦了。公司应酬哪有不抽烟的？归远就不会管我，你烦不烦啊？他看着我递过去的烟，看向我的时候居然有一丝担忧。你现在怎么对我这么好了？你生日嘛，不过以后少抽，对身体不好。还有，我们快散了嘛。但是这句话我不打算在他生日这天说。他似乎放心了些，接了过去，买好了食材回家。门刚一打开，一个黑影就嗖一下窜过来抱住了柳如烟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，我来给你过生日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柳如烟惊慌失措的要推开宋归远，一脸着急的看着我。宋归远是知道我家门锁密码的，柳如烟说她一个病人，独居不安全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可以随时来这里。这是柳如烟家里给的房子，我不好多说。我视线在她手上的戒指上停留片刻，笑笑，来的都是客，反正食材够，一起吃吧。我帮你。柳如烟急忙跟着我跑去厨房，把宋归远一个人晾在原地惊愕。我把他向外推，你过生日，你忙什么？他站在厨房门口，有些受伤的看着我。宋归远过来拉他，如烟，我给你买了生日礼物。我突然想起来，还忘了给他准备生日礼物呢。吃饭的时候，宋归远坐在了柳如烟旁边，他让宋归远坐过去些，然后看向我。令晨，你坐我旁边吧。我喝了口汤，不用，你们青梅竹马的坐一起就好，又没有什么。宋归远嗤笑一声，又坐回柳如烟身边，夹起一块鱼肉，剔除上边的刺，放到他碗里。如烟来吃鱼，这鱼做的时候就应该把刺去掉的，上次你都卡喉咙了。妹夫，下次别买这种鱼，如烟不喜欢这个肉质，上次我给她做了。你有完没完？柳如烟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，宋归远吃了一惊，毕竟在我们2个人之间，他总是偏袒宋归远。我男朋友给我做的菜你挑什么？不吃你就出去。如烟你。宋归远皱了皱眉，我轻轻一笑，没事，我不会再给他做这个了。说着夹起一块鱼肉放到自己碗里，我不会给柳如烟做这道菜了，但是会给自己做，因为我是真的喜欢。宋归远有些不悦，夹起一块排骨咬了一口，突然皱眉吐了出来。妹夫，你这排骨怎么一股酸味？肉是新鲜的吗？然后夹起他咬的那一块往柳如烟嘴里喂。如烟你尝尝，是不是有点怪味？还是我味觉出问题了？啪，排骨被打掉。宋归远惊愕地看着他，滚出去。柳如烟冷冷的。宋归远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让你滚出去。柳如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宋归远噌一下站了起来。要我亲自请你吗？宋归远眼角一下子红了起来，他迅速拉开椅子，大步走了出去，门被他摔得震天响。这对青梅竹马生气的时候都很喜欢摔门。柳如烟起身坐到了我这边，他被家里人惯坏了，你不要生气。我一笑，没关系。门被人敲响，柳如烟皱了皱眉。我去让他走。别，我拦住他，抢先一步去开门。应该是我给你买的礼物到了。他眼睛一亮，我接过小哥送来的礼物袋，关门转身递给他。25岁生日快乐，柳如烟。礼物袋里是一个红丝绒戒指盒，他眸中闪过难以抑制的喜色。可是打开以后，他的脸色一下子黑了下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钻戒你之前不是夸过吗？这一款很难买的，我们这里货都不够了，是我特地要柜姐帮我留的。你不喜欢吗？他把一把抓住我的手。为什么要给我这个？你不是不知道宋归远有个同款？当初宋归远把手上
上的戒指拿到他眼前，笑着问他好不好看。他真的很认真点评了戒指的做工和纹路。我一笑，本来是不知道的，我以为你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款式好看。他的手颤抖了一下，我拉着他来到卧室，在他的电脑桌右边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同款红丝绒戒指盒，上面的红丝绒已经斑驳脱落，他大惊失色。我把戒指盒打开，笑得有些苦涩。那是一枚我给他买的戒指的同款，只是这一枚戒指上面的碎钻掉了不少，上面的痕迹也显示这戒指有好些年头了。你一直锁着这个抽屉，我以为里面是什么重要资料。前不久你抽屉坏了，我找人来修的时候，师傅偶然间发现告诉我的。我眼眶一酸，5年来受的委屈终究没有那么容易放下。此刻的我像是想要借由这个理由，彻底将这么多年的委屈释放。柳如烟，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宋归元手上的戒指是情侣款。柳如烟眸中难得出现惶恐。不，令晨，我只是忘记了，这只是很久之前他送给我的了。我那个时候的确很喜欢，甚至不知道那是情侣款，而且那是以前了，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谈恋爱。后来我只是不想你误会，才会把它锁起来，没什么重要意义的。我摇摇头，可是他问你戒指好不好看的时候，你说很好看。他顿了顿，颤抖着开口：他是病人，我只是不希望他情绪激动。我也经常受他父母的关照，所以我轻笑，把戒指原封不动放回去。我们去吃饭吧。令晨，他急忙拉住我的手腕，我回头一笑，语气轻柔：别闹了，乖，吃完饭，明天我还有事要和你说。走出2步，我突然被他扑倒怀里，用力抱紧。我们在一起5年，他只有在我们刚谈那会儿这么抱过我。他把脸埋进我的胸口。令晨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对我生气好不好？我知道这些天你肯定生我的气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这样对我，我求求你。我轻笑，我不生气，真的。他却将我抱得更紧。你怪我和宋归元走得太近是不是？我以后不会再管他了，我让叔叔阿姨来这里照顾他，我再也不会去他那里了。家里的门锁我也会换密码，我以后的生活里除了你，再也没有别的男人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说话，良久，我轻叹一声：柳如烟，你看，你是知道自己错在哪儿的。他抱着我的胳膊颤抖了一下，声音渐渐小下去。对不起，原谅我最后一次好不好？我拍拍他的后背，乖，吃饭吧，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次。叮叮，他的手机再次响起刺耳的铃声，他迅速接起来，简单应了几声后，他像是着急逃离一般，迅速抓起外套向外走。公司有点事，我要离开一阵子。走到门口，他突然转身，用力而迅速地吻了我。等我回来。说完转身离开。他不知道我看得见刚才的来电显示不是公司的，是宋归远。之后一段时间他没有回来过，甚至消息都没有再发一条。不过他一直不经营的朋友圈开始日更了。第一天是他和宋归远吵架了，他给他的父母打了电话，让二老把人接回去休养。第2天是他在公司加班累得不行。第3天是几张我们大学时期的照片，说是怀念过去。我甚至要怀疑他的朋友圈是不是设置了仅我可见。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给他发消息，有些事我们要当面谈一谈。他没有回复，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分手的结局。然而分手这件事，一方不想谈了，就是关系的结束。当面谈一谈，只是想给双方一个体面罢了。但是这体面不是必要条件。他不回家，我照样收拾干净了自己的东西。这房子是他家的，我抹除了我存在过的痕迹，把一切恢复成了原样。雅思顺利通过了，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。走前，同事们给我开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，我一时开心，多喝了几杯。不知道我们已经散了的同事里，当然的给柳如烟打去了电话。被同事搀扶出来的时候，我靠在了一个娇软的躯体上。柳如烟礼貌道谢，有人说谢谢你们照顾他，这么关心他，难怪令晨一开始死活不愿意去也门。那一瞬间，他抱着我的胳膊猛地一僵，我不想让他在这里质问我，故意醉醺醺的。如烟，我们走吧，我好累。他这才心事重重的将我扶到副驾驶上，替我系好安全带。回去的路上，他握紧了方向盘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再装烂醉如泥，撑着头。公司在那里有个项目需要我过去。他的手背上青筋暴起，但还是克制着开口。要多久？2年。他沉默片刻，轻轻开口：2年也不是很长，可以等。等什么？他把车停在路边，拿出一个红丝绒戒指盒，打开，是完全不同款式的男士钻戒。灯光下，他的眸子里都是深情与小心。令晨，我们结婚吧，我来求婚。我看着那个戒指，愣了好久，突然笑出了声。如烟啊，你知不知道，去年你生日那会儿，我在蛋糕里给你藏了一款一模一样的戒指。哦，不对，那是个女款的。他脸色一白，我笑出了眼泪。如烟，我们2个的审美真是太像了，可惜一切都晚了。我的手腕被猛地攥紧，他眼圈红红的。不晚，令晨，我们之间不晚，我可以等你3年、5年，多少年我都等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们就结婚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现在……柳如烟，我不动声色抽出了手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那一瞬间，他面如死灰，悬在半空中的手久久未能收回。柳如烟，我们谈了5年，这5年我对这段感情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我知道你困扰了很久，今天以后你就解脱了。他眸中水汽氤氲，垂死挣扎。不，那不是幻想，那是
我们的未来。我轻轻一笑，我们没有未来了，但是我们还有各自的未来。说完，我打开车门下了车，家门钥匙给你放在鞋柜上了，我的东西也都搬出来了。明天我飞也门，有缘再见。我走在回去的小路上，身后的车一直打着大灯。要转弯的时候，我突然好奇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驾驶座上那个人趴在方向盘上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我没见过他哭，这是第一次，但是真的和我没有关系了。走出机场的那一刻，也门正午的阳光像融化的金子一样泼在我脸上，带着干燥的热浪和淡淡的椰枣香气。我拉着行李箱站在路边，看着远处土黄色的建筑和穿着长袍的行人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没有想象中的茫然和不安，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就像背上压了5年的石头，终于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被彻底掀翻在地。金姐早就安排好了人来接我，是个叫阿里的当地小伙子，中文说的磕磕绊绊，但笑容格外灿烂。他帮我把行李搬上车，一路上兴奋地给我介绍沿途的风景，指着远处的红海说：顾先生，周末我带你去钓鱼，那里的鱼特别大。我笑着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，要是放在以前，我肯定会第一时间给柳如烟发消息，告诉她我到了，给她拍沿途的照片，叮嘱她按时吃饭，别总熬夜。可现在我掏出手机，只是给陈哲回了条平安到达，然后就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塞进了口袋。住的地方是公司租的公寓，2室1厅，装修简单但干净整洁，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远处的红海。金姐跟我一起过来的，帮我收拾了一下行李，笑着说：怎么样，没你想象中那么差吧？我跟你说，这边的海鲜特别便宜，以后有口福了。挺好的，谢谢金姐。我把最后一件衣服放进衣柜，转身看着她。项目的事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对接？金姐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你呀，真是个工作狂，刚到就想着工作，先休息2天，倒时差，下周1正式上班。我没有反驳，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倒时差。在国内的最后1个月，我每天都学到凌晨2、3点，早就习惯了晚睡早起。与其躺在床上胡思乱想，不如早点投入工作。周末的时候，阿里果然如约带我去了红海钓鱼，海水蓝得像一块透明的宝石，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。我坐在小船上，看着远处的海鸥盘旋，手里拿着鱼竿，心里一片平静。阿里是个很有趣的人，他给我讲当地的故事，教我简单的阿拉伯语，还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当地的女朋友。我笑着摆手，他却一本正经地说：顾先生，你这么好的人，应该有个好女孩陪着你。我心里微微一动，是啊，我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要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4、5年呢？周1正式上班，我才发现这个项目比我想象中要复杂得多。当地的员工英语水平参差不齐，沟通起来很困难，而且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我们完全不同，效率很低。一开始我确实遇到了不少麻烦，有一次因为一个技术参数理解错了，导致整个生产线停工了半天，我急得满头大汗。金姐却没有骂我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没关系，谁都有第一次，慢慢来，我相信你。那天晚上我加班到深夜，对着图纸一点点核对参数。窗外的月光洒在办公桌上，我突然想起以前在国内的时候，每次加班晚了，柳如烟都会给我发消息催我回家。虽然语气总是不耐烦，但我还是会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可现在手机安安静静的躺在桌上，没有一条消息。我自嘲的笑了笑，摇摇头，继续工作。从那以后，我更加努力的学习阿拉伯语，每天下班之后都会跟着阿里学2个小时。不到1个月，我就能和当地员工进行简单的沟通了。我还根据他们的工作习惯调整了工作流程，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不少。金姐对我赞不绝口，在部门会议上公开表扬了我，说我是她带过的最有潜力的年轻人。同事们也都对我刮目相看。以前那些觉得我是靠关系来的人，现在都主动过来和我请教问题。日子过得充实而忙碌，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想柳如烟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加班结束回到公寓，掏出手机，才发现有10几个未接电话，全都是柳如烟打来的，还有几十条消息，从最开始的质问，到后来的哀求，再到最后的歇斯底里。顾令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是不是真的要和我分手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我知道错了，令晨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再也不会和宋归远联系了。顾令晨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去也门找你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的故事。我手指在屏幕上敲了敲，回复道：柳如烟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，祝你安好。发送成功的那一刻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像是终于卸下了最后一点包袱。没过多久，陈哲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他的语气有些复杂。令晨，你真的不打算回头了？不回头了。我靠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红海夜景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唉，陈哲叹了口气，其实我早就觉得你们不合适了。柳如烟那个人被家里和宋归远惯坏了，根本不知道珍惜你。不过说真的，他现在挺惨的。我没有说话，静静的听着。你走了之后，他就和宋归远住在一起了。一开始还好，没过多久就开始吵架。宋归远那个人你也知道，
游手好闲的，什么都不会干，整天就知道打游戏，还总拿幽闭恐惧症当借口，让柳如烟伺候他。柳如烟每天上班累得要死，回家还要给他做饭洗衣服。有一次柳如烟发烧到39度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让宋归远给他倒杯水。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你自己不会倒吗？我正打游戏呢，别烦我。我心里没有任何感觉，只是觉得有些可笑。以前我发烧的时候，哪怕是半夜，我都会爬起来给柳如烟倒水，给她物理降温，守在她床边一夜不睡。可她呢，连一杯水都不愿意给我倒。后来柳如烟发现宋归远的幽闭恐惧症根本就是装的。陈哲的语气带着一丝愤怒。有一次他们去看电影，宋归远选了个最角落的位置，全程看得津津有味，一点事都没有。还有一次他们去逛地下商场，宋归远在里面逛了3个多小时，还买了一大堆东西。柳如烟当时就炸了，和他大吵了一架。宋归远见瞒不住了，就破罐子破摔，说我就是装的，怎么了？要不是装病，你能天天陪着我吗？你能对我这么好吗？我轻轻嗯了一声。其实我早就怀疑过，宋归远的幽闭恐惧症根本没有那么严重，他只是利用柳如烟的同情心，把他牢牢地绑在自己身边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就天天吵架。宋归远的本性也暴露出来了，他不仅花柳如烟的钱，还在外面和别的女生暧昧。柳如烟看到他和别的女生的聊天记录，气得把手机都摔了。前几天宋归远欠了别人几万块钱的赌债，被人找上门来，他居然让柳如烟帮他还钱。柳如烟不答应，他就动手打了他。我猛地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。虽然我已经不爱柳如烟了，但听到他被打，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。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问道。还好，只是脸上挨了一巴掌，没什么大碍。不过他彻底心死了，当天就把宋归远赶了出去，还换了门锁。宋归远在门外骂了半天，最后被邻居报警赶走了。后来宋归远又去找过他几次，又是道歉又是下跪的，柳如烟都没理他。他没办法就去找柳如烟的父母，结果被柳如烟的爸爸赶了出来。柳如烟的爸爸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要不是柳如烟一直护着他，早就不让他进门了。现在宋归远可惨了，欠了一屁股赌债，家里人也不管他，整天东躲西藏的。听说前几天还被人打断了一条腿，现在躺在医院里，连个照顾他的人都没有。我沉默了。宋归远有今天，完全是他自己作的。他以为柳如烟会永远围着他转，以为他可以永远利用他的同情心，可他忘了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一次次的消耗和欺骗。柳如烟呢？她现在怎么样？我又问了一句。陈哲叹了口气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，憔悴的不行。以前那个骄傲的像个公主一样的柳如烟，现在连出门都低着头。他经常去我们以前一起去过的地方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有一次我在学校的操场碰到他，他坐在你以前给他站的那个位置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还问我，你在也门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交新的女朋友。我没敢告诉他你现在过得有多好，怕他更难受。我笑了笑，没事，告诉他也没关系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阳台上，吹着红海的晚风，心里一片平静。柳如烟的后悔，宋归远的惨状，都和我没有关系了。我已经不是那个围着他转的孤岭臣了，我有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未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工作越来越顺利。半年后，我负责的生产线正式投产，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，得到了总部的高度赞扬。总部给我发了一笔丰厚的奖金，还把我提拔为项目副经理。金姐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，顾令晨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好好干，再过2年，这个项目经理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我笑着道谢，心里却没有太多的激动，这些都是我应得的，是我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和汗水换来的。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，想着找个安静的地方整理项目资料，便循着阿里的推荐，找到了一家藏在居民区附近的小咖啡厅。咖啡厅不大，装修简约而温馨，墙上挂着当地特色的油画，空气中飘着浓郁的咖啡香和淡淡的肉桂气息，驱散了午后的燥热。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点了一杯美式咖啡，拿出电脑刚要打开，就听到旁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。转头一看，一个穿着浅色连衣裙的女孩正站在邻桌，手里抱着一摞厚厚的医学书籍，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马克杯，热水溅到了她的手背上，杯子也滚到了我的脚边。哎呀！女孩低呼一声，下意识地捂住手背，眉头微微蹙起，脸上露出一丝疼痛的神色。我连忙起身，捡起地上的马克杯，又从包里翻出随身携带的创可贴，因为经常在工地跑，难免磕磕碰碰，我习惯了随身带这些东西。你没事吧？先擦擦手，这个创可贴你先贴上。女孩抬起头，我才看清她的模样，清秀的脸庞，皮肤白皙，额前有几缕碎发，眼睛亮得像山间的泉水，带着一丝慌乱和感激。她接过创可贴时，小声说道，谢谢你，太麻烦你了。没关系，举手之劳。我笑了笑，帮她把散落的书籍一一捡起来，这些都是医学相关的书。你是医生？女孩点点头，一边贴创可贴一边笑着说，我是员外医疗队的，刚来也门没多久，今天休息就来这里看看书。
没想到这么不小心。他伸出手，眼神温和。我叫苏婉，苏州的苏，夜晚的晚。你呢？顾令晨，命令的令，臣子的臣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很软，带着一丝刚被热水烫过的温热。我是来这边做工程项目的。那天我们聊了很多，从也门的风土人情聊到各自的工作，从国内的家乡聊到在这里的生活。苏婉是个很开朗的女孩，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浅浅的笑容，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一样。谈起工作时，又带着几分认真和执着。和她聊天很舒服，没有任何压力，不用小心翼翼的讨好，不用刻意找话题，哪怕沉默片刻也不会觉得尴尬。她告诉我，她从小就想当医生，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援外医疗队。这次来也门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当地人。她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，有时候还要去偏远的村落义诊。虽然辛苦，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。我很欣赏她的这份善良和执着。想想以前的自己，整天围着柳如烟转，把她的喜怒哀乐当成自己的全部，却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而苏婉，她有自己的追求，有自己的坚持，活得独立而耀眼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苏婉笑着说，以后有时间你可以来我们医疗队附近看看，或者我也可以来这里找你喝咖啡，多聊聊。我笑着答应了，心里竟有了一丝期待。从那以后，我和苏婉就经常联系。她工作的医院离我们公司不远，有时候中午我会去找她一起吃午饭，她会给我讲医疗队里的趣事，讲那些当地村民的淳朴善良。晚上下班之后，我们会一起在海边散步，吹着晚风，聊着各自的心事。苏婉是个很独立的女孩，她从不依附别人，哪怕工作再累也从来不会抱怨，总是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。和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觉得很开心，很踏实。我不用害怕她会突然生气拉黑我，不用时刻担心她会因为别的男人丢下我。我们就像两个独立的个体，互相欣赏，互相扶持，一起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温暖着彼此。有一次，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心情不好，一个人在海边喝酒。苏婉知道后立刻赶了过来，她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静静地坐在我身边，陪我看海，偶尔递给我一瓶水，轻声安慰我。等我心情平复了一些，她才笑着说，喝酒伤身体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会好受一些。我虽然不懂工程，但我可以当你的倾听者。我看着他温柔的眼睛，心里一暖，就把工作上的烦恼告诉了他。项目遇到了技术瓶颈，当地员工配合度不高，总部又催得紧，我压力很大。他认真地听着，时不时点点头。等我说完，他居然给我提了几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你怎么懂这些？他笑着说，我爸爸是做工程的，我从小耳濡目染，多少懂一点。而且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相通的，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想，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，从工作聊到人生，从过去聊到未来。我发现我和苏婉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和想法，我们都喜欢简单的生活，都有着自己的追求。我们就像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，无话不谈。回去的路上，苏婉突然对我说，顾令晨，我觉得你是个很优秀的人，你不应该活在过去的阴影里，你值得更好的生活，值得被人好好爱着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暖暖的。那一刻，我清楚地知道，我已经彻底放下柳如烟了。那些过去的委屈和不甘，那些卑微的付出和讨好，都已经成为了过往云烟。我开始期待和苏婉在一起的每一天，开始憧憬我们的未来。圣诞节那天，公司举办了一场派对，我邀请了苏婉一起参加。派对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有人起哄让我唱歌，我推辞不过，就唱了一首周杰伦的《晴天》。唱到从前，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的时候，我看向苏婉，她正看着我，眼睛里闪着光，嘴角带着温柔的笑容。唱完歌，我走到苏婉身边，鼓起勇气对她说，苏婉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苏婉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她低下头小声地说，我愿意。我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，一把抱住了她。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，金姐笑着对我竖起了大拇指。那天晚上，我牵着苏婉的手在海边走了很久，海浪拍打着沙滩，发出温柔的声音，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，像是在为我们祝福。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。苏婉靠在我的肩膀上小声地说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主动帮我捡书，给我创可贴，我就觉得你是个很可靠、很温柔的人。后来和你接触多了，发现你不仅优秀，还很细心，总能注意到我的小情绪。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心里充满了幸福。原来被人爱着的感觉是这么美好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讨好，而是有人懂你、疼你、珍惜你。和苏婉在一起之后，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我们会一起去逛当地的集市，买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，听摊主讲述当地的故事，会一起去爬山，看日出日落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，会一起在公寓里做饭。虽然苏婉的厨艺不怎么样，煮的粥有时候会糊，炒的菜有时候会太咸，但我还是吃得津津有味，因为那是她为我做的。苏婉很会照顾人，她会记得我的生日，会在我加班的时候给我送夜宵，会在我生病的时候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，发烧到39度，苏婉请了3天假，守在我身边，给我量体温，喂我吃药，给我熬粥。
还会给我讲笑话，缓解我的不适。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我心里暖暖的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情不是卑微的讨好，而是双向的奔赴和珍惜。是你为我付出，我为你回应，是彼此成为更好的人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1年过去了。这1年里，柳如烟还是会偶尔给我发消息，有时候是道歉，有时候是回忆过去，有时候是说她现在过得有多不好。但我从来没有回复过她，只是把她的消息设置成了免打扰。我不想让过去的人和事打扰到我和苏婉的生活。陈哲偶尔也会和我说起柳如烟的情况，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，换了一家新的公司，每天都拼命的工作，试图用工作来麻痹自己。他再也没有谈过恋爱，身边也没有别的男人，整个人变得沉默而孤僻。他还说忘不了你。陈哲说，他经常去你以前住的那个小区，在楼下站很久，有时候还会去你们以前一起去过的咖啡厅、电影院，一看就是一下午。有一次他碰到我，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说不知道，他就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我只是淡淡的说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也希望他能早日走出来。我已经有了苏婉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我不想再被过去的人和事打扰。那些曾经的执念，早已在和苏婉相处的点点滴滴中被温柔化解。又过了半年，我们的项目圆满完成了，总部决定让我们回国，并且给我和金姐都升了职。我回国之后会担任华东区的项目经理，年薪涨到了150万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和苏婉都很开心。苏婉的员外任务也快要结束了，她会和我一起回国，继续在国内的医院工作。回国之后，我们就结婚吧。我牵着苏婉的手，看着她的眼睛，认真的说，我想给你一个家，一个温暖安稳的家。苏婉的眼睛一下子红了，她点了点头，扑进我的怀里，哽咽着说，好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回国的前一天，我和苏婉一起去了红海，我们坐在沙滩上，看着夕阳慢慢沉入海底，把天空染成了一片火红，海风拂过我们的发丝，带着淡淡的椰枣香气，一切都那么宁静而美好。时间过得真快啊。苏婉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感慨地说，一转眼我们来也门都快2年了。是啊，我搂住她的腰，笑着说，不过还好，我在这里遇到了你。也门的这段日子，因为有你，变得格外有意义。苏婉抬起头，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，笑着说，我也是，能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第二天，我们坐上了回国的飞机。飞机起飞的时候，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也门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感谢也门的风，吹醒了我的旧梦。感谢那段独自在异国他乡的日子，让我学会了成长，学会了爱自己。感谢苏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给了我温暖和希望，给了我重新爱人的勇气。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时候，我牵着苏婉的手走出了机场。陈哲早就等在外面了，看到我们，笑着挥了挥手，欢迎回家。陈哲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看向苏婉，笑着说，这位就是苏婉嫂子吧？果然和令晨说的一样，又漂亮又温柔。苏婉的脸一下子红了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陈哲帮我们把行李搬上车，一路上不停地给我们介绍国内的变化。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，看着身边温柔的苏婉，我心里感慨万千。2年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我变了很多，变得更加成熟，更加稳重，也更加懂得珍惜眼前人。我不再是那个围着别人转、失去自我的顾凌晨，我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自己的爱人，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回到国内之后，我很快就投入了新的工作，虽然很忙，但我每天都会准时下班，回家陪苏婉吃饭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去逛超市、看电影，或者去周边旅游，享受属于我们的2人世界。我们买了一套房子，不大，但很温馨。装修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设计，一起挑选家具，一起布置属于我们的小窝。看着空荡荡的房子一点点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，心里充满了幸福感。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苏婉去商场买结婚用的东西，偶然遇到了柳如烟。她穿着一身职业装，头发随意的挽在脑后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，但还是掩盖不住眼底的疲惫和憔悴。她比2年前瘦了很多，颧骨都凸出来了，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骄傲自信的样子，整个人显得很落寞。她也看到了我们，脚步一下子停住了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然后又看向我牵着苏婉的手，眼神里充满了痛苦、绝望和不甘。苏婉感觉到了我的僵硬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对柳如烟露出了一个礼貌的微笑，轻轻握紧了我的手，给我传递着温暖和力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里那一丝微不足道的惋惜，拉着苏婉的手，准备从她身边走过。顾令晨，她叫住了我，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她，语气平静，有事吗？她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。过了很久，她才小声地说，你过得好吗？挺好的。我点了点头，语气平淡。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和苏婉。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，身体晃了晃，差点摔倒。她扶着旁边的柜台看着我，眼睛里蓄满了泪水，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滴在她的职业装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。令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
我什么都愿意改，我再也不会和宋归远联系了，我会好好对你的，我会像你以前对我那样对你，求求你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只是觉得有些惋惜。如果他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，如果他当初能珍惜我的付出，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可世上没有后悔药，过去的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柳如烟，我轻轻地说，太晚了，我已经有了苏婉，我很爱她，我不会和她分手的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不晚的。他摇着头，泪水流得更凶了。我们在一起5年啊，5年的感情，你说忘就能忘吗？我知道你还爱我，不然你不会一直不回复我的消息。你是在怪我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以前很混蛋，我不该忽视你的付出，不该一直护着宋归远，不该对你那么冷漠。我改，我都改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没有怪你，我摇了摇头，语气依旧平静。我只是放下了过去的5年，我很感谢你陪我走过一段青春，但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你爱的只是我对你的好，只是那个围着你转，对你百依百顺的顾令晨。你习惯了我的付出，习惯了我的包容，却从来没有想过为我做些什么，从来没有真正爱过我。他想反驳，却又无话可说，只能不停地哭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。以前我总觉得，只要我对你足够好，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我的付出，会爱上我。可后来我才明白，不爱就是不爱，再怎么努力也没用。我顿了顿，继续说，你值得更好的人，但那个人不是我。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生活，放下过去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对不起。他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。对不起，令晨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错过了你。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，指指点点的。苏婉轻轻拉了拉我的手，我对她笑了笑，然后牵着她的手转身离开了。走了很远，我回头看了一眼柳如烟，还站在原地捂着脸痛哭，身影显得那么孤单和落寞，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格外显眼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然后握紧了苏婉的手。过去的恩怨情仇到此为止吧，我不恨她，也不怨她，只是庆幸我终于走出了那段卑微的感情，遇到了苏婉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太狠心了？我问苏婉，苏婉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，不会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感情的事本来就不能勉强，既然不爱了，就应该干脆一点，不拖泥带水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你没有伤害他，只是平静地和过去告别，这已经很温柔了。我看着他温柔的笑容，心里暖暖的。是啊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没有报复柳如烟，也没有怨恨他，只是平静地放下了过去，然后开始了属于我的新生活，这就够了。1个月后，我和苏婉举行了婚礼。婚礼很简单，来了很多亲戚朋友，金姐和阿里也特地从也门赶了过来，为我们送上祝福。站在台上，看着身边穿着白色婚纱的苏婉，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眼睛里满是对我的爱意，我心里充满了幸福。也想起了5年前我在便利贴上写下的和柳如烟有个家，那时候的我天真的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就能和她走到最后，可现在我才明白，有些人注定只是生命中的过客，而苏婉才是那个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。但我一点都不遗憾，因为苏婉才是那个对的人，是那个懂得珍惜我、爱护我、和我双向奔赴的人。婚礼结束后，陈哲拉着我喝酒，笑着说，令晨，真为你高兴，你终于摆脱了过去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以前看你围着柳如烟转，活得那么卑微，我都替你不值，现在看到你这么幸福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笑着点头，举起酒杯，谢谢，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，但我很清醒，我知道我的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。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，苏婉是个很好的妻子，她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我们会一起做饭，一起打扫卫生，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，一起讨论未来的规划。哪怕每天的日子都很平凡，却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会去看望双方的父母。苏婉的父母很喜欢我，待我就像亲儿子一样，我的父母也把苏婉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，疼她宠她。一家人聚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其乐融融。工作上我也越来越顺利，我带领的团队完成了好几个大项目，得到了公司的高度认可，很快就被提拔为公司的副总。虽然工作很忙，但我总能平衡好工作和生活，每天都会抽出时间陪伴苏婉，从来不会让她感到孤单。1年后，苏婉怀孕了，我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，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照顾她，不让她干一点活。下班之后，我会第一时间回家，给她做她喜欢吃的菜，陪她散步，给她讲故事，感受着肚子里小生命的成长。10个月后，苏婉生下了一个女儿，长得像苏婉，眼睛大大的，皮肤白白的，特别可爱。我给她取名叫顾念婉，意思是思念苏婉，纪念我们在也门相遇的缘分，也纪念我们这段双向奔赴的爱情。有了女儿之后，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，但也更加幸福。每天下班回家，看到女儿甜甜的笑容，听到她咿咿呀呀的声音，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。我会陪着女儿玩耍，给她换尿布、喂奶粉，看着她一点点长大，心里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。偶尔我还是会从陈哲那里听到柳如烟的消息，她一直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再谈恋爱，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，现在已经是公司的部门经理了，事业做得还算不错，但整个人依旧很孤单，身边没有任何亲人朋友的陪伴。她还是会偶尔去我们以前一起去过的地方，怀念过去，但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我。听说宋归远后来因为赌博欠了一大笔钱，被人追债，最后跑到了外地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他的父母也因为他气出了一身病，日子过得很凄惨，相依为命，晚景凄凉。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心里没有任何感觉，他们的人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，与我无关。我只知道我要珍惜眼前的幸福，好好爱苏婉，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，好好经营我们的家。有时候我会带着苏婉和女儿去海边玩，看着女儿在沙滩上跑来跑去，苏婉在旁边笑着看着她。海风拂过我们的脸庞，带着淡淡的海水气息，我心里充满了感激。感谢那个在异国他乡独自成长的自己，感谢那个勇敢放下过去的自己，感谢苏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，给了我满满的幸福。也门的风吹醒了我的旧梦，也带来了我的新生。原来当你学会爱自己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会来爱你。原来放下错的人才能和对的人相逢。原来最好的爱情不是卑微的讨好，而是双向的奔赴，是彼此珍惜，是共同成长，是一起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。我看着眼前的妻女，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我的美好生活还在继续。